最近有朋友问我，投资 ETF 到底能不能变有钱？他发现每次出门搭捷运上班，都会看到哪个券商又发行新的 ETF， 加上他身边同事也一直讨论，他很好奇这个东西真的能赚钱吗？我相信你应该也会有同样的疑问，尤其是华社群媒体或者财经影音 ETF 是小资族的救星， ETF 也能让你变有钱，这些字眼都是在里面不断强调的重点。这样的字句看多了，虽然让你有点心动，但又不免怀疑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毕竟现在投资诈骗那么多，这是不是一场想把你的钱全部榨干的骗局？今天这集我们就来好好验证一下，究竟投资 ETF 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一般人也能变有钱？我会从 ETF 的特性，有哪些人在投资，还有我自己的看法与实际操作，全部都会仔细说给你听。你知道现在越来越多有钱人也在投资 ETF 了吗？听到我这样说，你可能会问，他们这些有钱人不都是已经赚到大把大把的收入，股票、豪宅、游艇、艺术品，想买什么就买，为什么还要买 ETF？ 这点我们可以从最新公布的2025台湾高资产客群财富报告来看。这里先定义一下调查的族群，报告中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净资产超过3000万的客户。简单说，就是你手边的现金、存款、股票、债券等等可以快速卖掉的商品，总共要超过3000万，才会被列为调查对象。那回来，如果从境内投资金融商品种类来看，台股跟现金存款仍然是最主要的成分，但在 ETF 的部分，你可以看到2024年总调查人数占比约 23%， 但未来一年有兴趣的客户则是大幅提升到 32%。以年龄来看，主要是在45到65岁间的壮年世代会最有兴趣。至于境外商品，像美股这些的，也都是呈现同样的趋势。虽然不如个股、债券热络，但感兴趣、想投资的程度也是有明显的提升。那么 ETF 究竟有哪些好处，让越来越多的有钱人开始对它产生兴趣？我个人认为是财富增值、保值跟方便管理这3个特色。我简单举我自己投资的 VOO 当例子就好。如果以 VOO 官方的统计资料，从2010年9月发行以来，一直到今年6月底为止，年化报酬率为 14%。对于这项调查的有钱人来说，其实已经算高报酬了。这些富豪多数预期未来3年报酬在 5% 到 11% 之间，光是 VOO 就可以提供高于他们预期的报酬。就算不是富豪，也具备极高的吸引力了。而且 ETF 的投资跟管理也非常方便，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就可以分散风险，还可以享受到相对高的报酬。像我就看到一个新闻，有位网友持有了4000万的 VOO， 重点不是他犹不犹豫，而是他持有4000万的 VOO。如果 VOO 对于这位符合有钱人定义的网友没有吸引力的话，又为何要持有这么多的部位呢？再来 ETF 如果选得好，还可以让资产波动相对的稳定，不会一下子大涨，也不会一下子大跌。这对于年纪较大的投资人来说就有很大的吸引力。毕竟靠自己累积起来的财富，不希望在正要享受的期间出现比较大的波动。不过还是得要告诉你一个悲伤的事实，虽然前面提到有钱人对投资 ETF 的兴趣大幅增加，不过他们大部分财富累积的管道还是透过公司持股、企业分红以及财富继承这3大管道。要透过 ETF 来累积财富，对他们来说只是其中一个选项之一，并不是主要路径。但这代表我们就不能投资 ETF 了吗？事实上，透过投资 ETF 反而是我们一般领薪水的上班族和小资族最容易累积财富的方式。虽然不太可能跟前面的富人一样累积到超过上亿的资产，但至少能够累积到数千万，机会还是非常大的。这里有个很大的关键，就是选对 ETF。现在市场上 ETF 百百种，从追踪大盘的指数型 ETF， 主打稳定配息的高股息 ETF， 投资债券市场的债券 ETF， 甚至到现在还有在台湾最新兴起的主动式选股 ETF， 主题型 AI 电动车 ETF。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。
那么问题来了，你想累积财富的话，你会选择指数型 ETF， 还是跟众多小资族一样，选择投资高股息，甚至是债券 ETF？ 我会建议你跟我一样选择指数型 ETF。 怎么说呢？指数型 ETF 有个最大的好处，就是你不用猜谁会赢，只要站在整体赢家那边，然后享受市场的报酬就好。以我的投资主力美国的 VOO 来说，就是追踪 S&P 500指数，也是市场公认真的代表美股市场的指数。虽然从名字上看只有涵盖500档个股而已，但光是这些成分股就占了美股市场的总市值超过 80% 的份额，甚至市值最大的10间，像辉达、微软、苹果等等，就占了总体市场超过 30%。 透过投资 S&P 500指数，基本上你不用去猜哪档个股会涨还是跌，只需要好好持有，长期来看都可以很好的报酬。前面提到 VOO 发行这15年来，平均一年就有 14% 的年报酬率，对于许多投资人来说是相当有吸引力的。如果你觉得15年太短不准，那好，我们来看另一档，同样也是追踪 S&P 500的 ETF SPY。SPY 是在1993年发行，比 VOO 还要早了17年，一直到今年已经走过了32个年头。这么长的期间，我相信这会让你更有感觉，更有说服力。同样是到6月底为止， SPY 的年化报酬率为 10.5%， 看起来好像不太高，但你知道这个威力有多强吗？如果你从1993年就开始投资 SPY 的话，假设你投资1万美元好了，放到现在它会变成 24.4 万美元，总体报酬率是 23.4 倍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你只要买了然后放着不动，中间不管有什么大大小小的崩盘都不要理它，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成果。光是投资一个指数而已，就可以有这么高的回报，还不用在那边选股选半天。你还会觉得这不是最容易累积财富的工具吗？而且这些指数型 ETF 只需要付少少的管理费就好，像 VOO 年费只有 0.03%， 等于100万放进去，每年只收300元管理费，就更容易保留你的获利，不会被其他费用吃掉。所以我现在都把每月薪资的 60% 拿来定期定额买这类 ETF， 包含年终跟绩效奖金，现在1个月可以投入6万元，不用管市场涨跌，就是照着节奏买，长期放着不动。因为这是我认为最适合我累积财富的方式。但我知道有些人会不服气，说如果指数型 ETF 都可以累积财富的话，那为什么高股息 ETF 就不行？会有这样的疑问，我可以理解。毕竟高股息这3个字都会让人想到每年都可以领个 5% 到 6% 的现金，而且还可以每一季都领。对小资族来说，就等于是变相加薪，每3个月就可以拿到白花花的现金，谁不爱？如果有兴趣看 ETF 收益人数的排名，你会发现前3名都是高股息 ETF， 每档投资人数都在100万以上，你就知道高股息 ETF 有多受欢迎了。但我必须很坦白说，高股息 ETF 并不是不好，但我不太推荐你靠这个累积财富。有2个重点你必须要搞清楚。首先，配息不等于获利这件事，你必须要牢记在心，因为很多人会以为领到配息等于赚钱。事实上，这只是 ETF 发行商透过成分股发放的股息以及个股操作获利，把赚到的钱用现金股息的形式给你而已。领到钱固然让人开心，然而这对你手上的 ETF 股价来说并不是件好事，因为通常一出息，隔天股价就会以相同比例掉下来，除非后续有再把跌的部分涨回来，不然就会变成左手换右手，拿自己的钱来发股息给自己，老实说没有意义。再来，通常这类高股息 ETF 的成分股都会偏向传产与高现金流产业，像是金融、电信或是一些股息发很高的电子产业。这些产业有个特性，就是未来的成长性有限，虽然还是赚很多钱，但也不知道未来要怎么走，只能把赚到的钱还给投资人。像是金融，除非有在另外拓展高端客户服务、投资操作，甚至是发行新的金融商品，不然只单靠目前的传统业务，获利空间实在很难有大的成长。
如果是比较高成长的公司，像台积电、联发科这类，每年赚的钱基本上都拿来投资新的设备、扩厂，甚至是拿来研发新科技或产品。这些都是有利于股价的持续推动，因为只要成功，又是一个新的获利赛道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算下这类公司的殖利率，基本上都在1% 上下而已。这么低的殖利率，自然就不会出现在高股息 ETF 的成分股了。那么你知道，如果同样期间投资高股息 ETF，会跟投资指数型 ETF 差距有多大吗？我们就拿0050跟0056来比较好了。如果依照元大同系的统计，0050发行至今的总报酬为 9.44 倍，而0050就是 2.7 倍。但由于两档 ETF 发行的日期不同，所以我们把它们换算成年化报酬率才会比较准。换算过后，0050的年化报酬率为 10.74%， 0056则是 5.85%。 注意哦，这是已经包含发放股息的报酬率。假设同样的报酬率会继续维持30年，那么分别投资100万进去后，放着都不要动。过了30年，0050会膨胀成2133万，但0056却只有551万，相差将近1600万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跟你朋友同时投资100万，他投资0050，你投资0056，结果30年后他有2133万，但你只有551万，到时候你心里会有多不平衡？这就是我不会推荐你靠高股息 ETF 累积财富的原因。光是这样，未来会产生的差距就会让你非常难受了。刚刚花了一点时间跟你分享 ETF 选择的重要性，那么有2个东西，我觉得是在选对 ETF 开始投资后更需要注意的，分别是建立系统跟保持心态。建立系统这件事是为了确保你可以看到更明显的成果。我知道很多人在哀嚎，现在连生活都快成问题了，哪还有办法拿钱出来投资？正是因为这样，才更需要你建立一个专属于你自己的系统。透过这个机制，让你不用花费力气，也可以轻松投资。那么要怎么把系统建立起来呢？方法其实也很简单，用券商的定期定额功能就好。基本上只要是在台湾的券商，都已经支援定期定额的功能。不管是台股还是美股副委托，想要投资门槛也比以前还要降低不少。以台股来说，只要是比较大型的 ETF， 像是0050、0056等等，最低只要从100元开始，就可以选任何一天来开始投资，甚至你想要用100元天天买进都可以办到。至于美股的话，虽然不像台股可以选择每天买进，但你可选择当中的3到5天定期买进，比如每个月逢5就买。基本上选择我还是觉得相对自由的。接着在金额的设定上，我会建议直接从一个你觉得有挑战的数字开始。比如你觉得每个月存3000元对你来说有点难，但又不是做不到，那你就能从这里开始投资。这样做有什么好处？最大的好处是透过系统的力量，帮助你建立一个意识，我每个月就是要有这么多钱来投资。等到接近你要投资的时间，你会想起该准备一些钱拿来扣款了。就算忘了，有些券商也会提前发信通知你，买进的时间到了，钱要准备好哦。当这些提醒不断刺激你的时候，你会下意识采取相对应动作，也就是留下你要扣款的钱。时间一久，你就渐渐养成，就算没有人提醒，你也会自然而然把这些钱留下。对你来说，这已经变成一件很简单的事，这样不就能累积财富了吗？不过，长期只固定投资单一金额，这样对于财富累积效果来说，其实也不太好。因此，我们需要适时提高我们的投资金额。当你觉得留下3000元买股票，对你而言已经不是难事，甚至你已经有能力赚到更多的薪水，那这个时候就是你提高投资金额一个很好的时机点。比如说，你薪水增加了5000元，那你可以把当中的4000元投入到定期定额，这样你一个月就能投资7000元，资产累积的速度变得更快了。你也可以看到账户数字有更明显的成长。接着再用同样方式，随着你能力提升，慢慢提高到1万元、15000元，甚至到2-3万元。
把这些机制建立起来，成为你 DNA 的一部分，搭配 ETF 提供给你的报酬，想要累积到让你满意的资产，绝对不是难事。反正你都习惯账单自动扣款了，让投资也自动扣款，对你来说只要习惯就好。不过这只是刚开始而已，有个东西是你必须要花更多时间来建立的，这个东西叫心态。你得要知道，投资ETF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只要你开始，就会是一个长达10几20年，甚至40、50年的路程。而在这漫漫长路中，一定会遇到各种大大小小、各式各样的大波动机会。如果没把心态建立好，只要一个情绪溃堤，就会让你很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成果功亏一篑。如果不想让自己遇到这样的惨况，那么从前人的经验学习教训，就会是从头开始建立心态最好的办法。我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建立现在的心态，对这件事我有很深的体悟。我那时候是从阅读书籍开始，因为过去一直惨赔的经验，让我怀疑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。后来我了解了慢慢来比较快的概念，意思就是当你不追求快速获利，选择用慢慢投资的方式，最后资产的成长速度反而会比你每天频繁交易还要来得快。对我来说，这就是长期投资的最核心价值。但就算是慢慢来，如果出现了你意想不到的意外，导致股价大跌，那又该怎么办？于是我研究了 S&P 500的长期走势。我后来发现，从 S&P 500问世，包含前身，这就是今年以来，美股曾经出现约12到13次的大崩盘，每次的跌幅没有个 20%， 也有个 30%。然而在之后的短短几年，甚至不到1年的时间，这些跌掉的失土都统统会再涨回来，而且持续创新高。从这边我就深刻了解到，市场自行修复的力量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。虽然我们很可能被当时的氛围影响而选择中途放弃，但如果选择相信市场的话，好好等待，就可以顺利度过那段痛苦的期间。可以说，就是一种对市场力量的信念跟坚持。像今年4月初的股灾，我那时候也有想过是不是要卖掉，但后来想到跌完之后还是会再创新高的，市场已经用90几年的时间来验证这件事，所以我靠着这个想法打消了那个念头，继续让我的定期定额持续执行。到现在也如同市场一直告诉我们的，只要撑下去，报酬就是你的。美股不断创新高，而当时危机买入的定期定额，现在也有很棒的报酬，真的很庆幸当时有撑住。讲这个故事是想让你知道，要建立正确心态，你就得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。就像我去翻 S&P 500的长线图，知道过去经历多次崩盘后，仍然会继续创新高，就能了解未来遇到同样的状况时该怎么应对，如何不让自己慌张。当别人因为做出错误决定而后悔莫及时，你则是开心享受撑过痛苦后的甜美果实。你选择长期相信市场，那么市场自然也会给你更丰厚的回礼。最后我想说，想靠 ETF 让你变有钱，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。虽然前面提到的富人调查，富人对 ETF 的投资意愿确实是增加了，但别忘了，这些富人多数是靠他们自己创立公司、企业分红还有价值传承而来的。靠 ETF 投资致富，虽然报告没提到，但我相信人数应该不多。但即便如此，对于我们一般人，投资 ETF 这个管道还是很有机会让我们变有钱。毕竟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本钱和时间，跟那些投资高手一样，花时间杀进杀出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简单投资又能提供相对不错报酬的工具，而 ETF 正是这样的好选择。我个人偏好用指数型 ETF， 因为过去市场的力量已经证明了它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好的报酬，只要跟着市场走，后半辈子就能不愁吃穿。当然选的标的还要建立自己的系统，通过定期定额加上适时提高定期扣款的金额，配合市场报酬的加成，就变成一个财富持续增长的永动机。你会发现，要累积财富，其实比想象中更简单。但最重要的，还是得要建立长期的心态。
市场已经用90几年的时间证明，就算有再多让人心碎、想放弃的时刻，只要能撑过的话，还是可以让你的资产越长越大。只要你相信它的话，而投资 ETF 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想法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未来遇到类似的状况，只要想起并坚持这件事，撑过了，更高的报酬就在等着你。我现在就走在这条路上，虽然也才累积几百万而已，但我越走越有信心，知道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跟那些有钱人一样，享受自己辛苦打拼的成果。不知道你对于投资 ETF 致富这件事的看法如何呢？你会透过这个方式来变有钱吗？或者你觉得你有更好的方式？都欢迎留言让我知道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欢迎分享给你觉得更有需要的人。当然也别忘记订阅，我每周都会分享投资美股跟理财的大小事。有想看的主题，也欢迎让我知道，一起创造我们的财富。我们下期见。